现代潜艇总是在想方设法的隐身，但他们还是有一个硬伤，那就是螺旋桨。尽管在把叶片变多、转速变慢、造型也是越变越扭曲之后，是带来了更好的静音效果，但是只要是有这个运动的部件，它就会发声啊！不管发生是大是小，只要我们调整好声呐的灵敏度和精确度，就能够把它给找出来。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说脑洞大，还得是小说家啊！在汤姆克兰西的处女作《猎杀红色十月》当中，他描写了一艘叛变的苏联潜艇所配备的一种新型的静音推进系统。这种系统啊，形似一系列的涵道风扇，有点像是现代水上摩托艇上的涵道螺旋桨一样，但是其中却并没有螺旋桨，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移动的部件，取而代之的是磁铁，固定的磁铁。它依靠磁场和电场的作用，直接推动海水来获得动力。在书中啊，它的名字叫做履带推进器，让人感觉像是一个完全科幻、完全幻想出来的装置，但其实它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极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真正装到潜艇上。它的名字叫做磁流体推进器。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它。我先简述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如果你没有时间往下看的话，就只需要记住以下这2段话就可以了。磁流体推进器简称 MHD， 基于的是磁流体力学的原理，它主要利用电磁场与导电流体，如海水或者是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来产生推力。在该系统当中，强磁场与电流相互作用产生洛伦兹力，推动流体向特定方向运动，从而产生反作用力，推动载体前进，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机械运动部件的参与。接着我们就来展开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海水里面是有盐的，所以当你在盐水当中放入正极和负极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电场。盐水当中的盐会产生正离子和负离子，这些离子都会受到电场的影响。在我现在给你们看到的这张图示当中，负离子会向右移动，正离子会向左移动，但离子的运动呢本身并不会产生推进力，而要产生推进力，你还需要一个磁场。正如图中所示的啊，磁铁的北极指向下方，这就会产生一个主要指向下方的磁场，如红色箭头所示。现在我们来探讨有趣的物理部分啊。如果你在磁场当中移动一个带电粒子，这个粒子将会受到一个力，那这个力的大小取决于磁场的强度、电荷的大小和粒子的速度。这个力可以用以下方程来表示。方程当中的 Q 表示电荷的大小， V 表示粒子的运动速度， B 表示磁场的强度，最后得出来的 FB 等于 QV 叉 GB 就是该磁流体系统的推力大小了。你一定注意到了啊，那个中间的乘号呢，我并没有读作乘以，而是读作叉 G， 因为你看啊 ，FV 和 B 上面都是带有箭头的，对吗？这代表这几个物理量呢，都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矢量。矢量之间的组合用叉 G， 标量就是没有方向的物理量之间的组合呢，才会用到乘法。那叉 G 运算符将2个矢量组合，并生成另外一个矢量。生成的矢量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起始矢量的大小和方向。但在这个方程当中呢，重要的是结果矢量与2个初始矢量三者之间都是相互垂直的，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在3维空间中理解这个问题。总之，矢量 F 总是垂直于 QV 和 B。如果你想再确定一下这个结论的话，你需要使用右手法则，当然需要在你还没有把它还给老师之前。回到磁流体推进系统啊，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水中的一些离子会向左移动，比如正电荷，而另外一些离子则会向右移动，比如负电荷。然而正负离子都会被推向同一个方向，即屏幕外的方向。如果此时它正好是一艘潜艇的推进器的话，那么这艘潜艇将会悄无声息地往屏幕里面前进了，噪音低，无机械磨损你就说它怎么可能不是潜艇梦寐以求的推进装置呢？以至于凭空捏造也要给它造一个出来吗？你可以去网上搜搜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报道啊，说美国海军正在对其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蒙大拿号进行改装，以测试一款划时代的磁流体推进器，使其成为史上最安静的核潜艇。那搞得所有人都以为带有磁流体推进器的潜艇就快要推出了。我的天哪！那电影当中那个可以突然消失的潜艇真的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了，有点恐怖哦。结果吧是有点愚蠢，因为此消息的来源全都集中在一个住处，一篇发布在海军新闻网站上面的文章。而你再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发布日期，2024年4月1日，懂了吧？愚人节嘛，就连他们自己都用黑体字做了标注，但还是有很多的网站和媒体不假思索的进行转载。我曾经就跟大家说过什么网上的内容呢，你看看就行了，别全信好不好当然我还是相信磁流体推进器终会有一天装上潜艇、船舶，甚至是宇宙飞船上的。NASA 正在研究一种全新的磁流体动力电解池，它可以在微重力条件下提取并分解水当中的氧气和氢气，
同样无需移动部件，因此就省去了需要强制水循环的相关设备比如泵或者是离心机等等，让整体减重高达50%，可靠性则远大于原本的系统。只是就目前来说呢，这项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研究还在受困于高能耗、材料、耐久性等问题，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应用。那咱们拭目以待呗。在所有装着对转螺旋桨的飞机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大概就要数苏联的图95了。但你知道二战民机屁股要野马和喷火式也是有对转螺旋桨版本的吗？所以为什么螺旋桨要对转？它们是怎么实现同轴对转的？以及除了空中，它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使用一个螺旋桨虽然简单，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可能在外人眼里面完全是看不到的，但是当你一握上操纵杆，你的身体就能够感受到了。比方说扭矩效应，当螺旋桨的旋转会产生反向扭矩，这是由于螺旋桨叶片结合空气时产生的反作用力，还跟我们上一个视频讲的无后坐力炮一样，这个弊端也得怪牛顿。从驾驶上看当螺旋桨顺时针旋转时，飞机机身就会向左侧倾斜，于是就会对左边的起落架施加更大的压力，增加这一边轮子的摩擦力，飞机便开始会向左转了，除非控制方向舵来纠正。这就对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操纵要求，对新手尤其不够友好在驾驶单引擎螺旋桨飞机，比如塞斯纳172时，新手飞行员往往需要克服单螺旋桨带来的左倾效应，学习如何使用方向舵来进行修正。这不仅增加了训练的难度，还可能导致飞行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而一旦飞机起飞，单螺旋桨的第二个弊端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螺旋流效应。它是当螺旋桨旋转时产生的一个螺旋状的气流，这种气流沿着机身去流动，造成不均匀的空气动力效应。具体来说，螺旋气流会对机翼和尾翼产生侧向压力，使飞机产生偏航，尤其是在低速飞行和起降阶段，这种不稳定的气流增加了飞行员的操纵难度，也影响了飞行的稳定性。好，是时候清除对转螺旋桨了。它通过在同一轴线上安装两个相反方向旋转的螺旋桨，就很好的消除和减少了扭矩与螺旋流效应。下面咱们就来简单讲讲其作用原理。由于对转的两个螺旋桨分别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去旋转，所以它们各自所制造出来的反作用力呢也是相反的，负负得正就恰好抵消掉了于是扭矩效应消失。而螺旋流效应则是由于前螺旋桨产生的螺旋气流被后螺旋桨给中和，减少了对机身的侧向压力，因此也就大大改善了。并且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工程师们还发现这种螺旋效应的抵消还能带来一个大的优势。由于这种气流的重新定向，对对转螺旋桨上面的气流就更加的线性，不会将能量浪费在螺旋当中。正是因为这部分的原因，就使得对转螺旋桨相比起单个传统螺旋桨效率提高了6%到15%。又稳又高效，你说它香不香呢？香啊！但可见叔的直播更香啊！朋友们记住每周1、3、5晚上8点我都会开播，你们要记得来哦。对转螺旋桨实验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机械传动结构。实现同轴对转大概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双层轴的设计，在这种设计当中，一个轴包含内外2层，每一层分别控制一个螺旋桨，后面的驱动齿轮分别是内外层的尾齿轮。当一个齿轮顺时针旋转时，另一个齿轮就会逆时针去旋转，从而达到同轴对转的目的。第二种方法是可以通过一组锥形齿轮的设计来实现，一个螺旋桨连接到上部的锥形齿轮，另一个连接到下部的锥形齿轮，中间的驱动臂呢是2个锥形齿轮沿着相反方向去旋转，从而带动2个螺旋桨对转。这种设计简单高效，易于维护和调节。第三种则是利用行星齿轮系统它的布局比较独特，环形齿轮连着其中的一个螺旋桨，然后通过行星齿轮将动力传输给中间的太阳齿轮，而太阳齿轮则连着另外一个螺旋桨，于是实现了1比1的对转。这种结构设计比较紧凑，适用于空间有限的飞机推进系统。所以对转螺旋桨应该是一个蛮现代的产物吧？其实早在1907年 FW 兰切斯特就已经申请了对转螺旋桨专利了，甚至更早的为船舶螺旋桨申请的对转专利时间已经推归到了1837年。所以对转螺旋桨不仅能够上天，还能够下海。1988年，一艘日本商船配备了对转螺旋桨系统，实验显示节能高达15%。虽然这一概念在原理上非常的优雅，但噪音、机械复杂性和较高的制造与维护成本都使它面临着挑战，所以其应用依然是很有限的。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军事领域，比如是军机或者是鱼雷上面。未来会不会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施瓦辛格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You're fired。”你被炒掉了的。17年后，钥匙战斗机终于也迎来了自己被炒掉的命运。2010年12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宣布，他们将在2011年前退役全部的钥匙战斗机，转而采用更新也更强大的洛克希德马丁 F-35B 3.2战斗机。
哎呀，曾经的小甜甜，如今是连牛夫人都不如了。72架退役的钥匙被打包卖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备件，你们猜卖出的价格能够换回来几架全新的 F-35B 啊？2架不到，是不是很惨啊？所以啊，在辉煌的日子也有结束的时候，人生不也这样吗？辉煌是千呼万唤，平淡后人走茶凉。今天我们就来浅聊一下钥匙的前世今生。钥匙战斗机是由英国霍克希德利公司在1960年代开发的，彼时许多国家和公司都在探索垂直与短距起降技术的可行性。因为有了2战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嘛，传统喷气式飞机需要使用到的混凝土跑道，在战时呢是极容易受到攻击的。谁要是能够先摆脱它，谁就能够先获得制空权。于是各种尝试齐上阵，它们包括旋转翼上的发动机、升力风扇和独立的升力喷气发动机等等。尽管这些尝试大多都失败了，但它们也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钥匙战斗机脱颖而出，成为唯一成功的垂直起降设计。它最初设计用在简易基地，比如像停车场或者是森林空地上进行起降，后期则被改装用于航空母舰。钥匙战斗机的成功关键呢，在于其独特的飞马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具有可旋转的喷嘴，允许喷气推力的方向发生改变，使飞机能够垂直起飞、悬停和垂直降落。它最让人惊掉下巴的一次操作是降落在了一艘集装箱货轮装载着的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的顶上，当然那是个意外，我也讲过那个故事，或者叫做事故。让钥匙真正崭露头角的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自己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而已，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纪录。于是钥匙战斗机在公众和军界中声名鹊起，被誉为英国航空设计的象征。第2代钥匙2在这些冲突中表现出色，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现代战斗机中的地位。马岛战争之后，钥匙战斗机继续在波斯尼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参战，证明了其战斗力和多用途性。钥匙战斗机不仅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内起降，甚至还能在起落架也放不下来的情况下降落。这种卓越的操作灵活性使其在各种战斗环境中都能够胜任。然而，钥匙战斗机并非没有局限，它在垂直起飞时无法满载，需要短距离起飞以携带足够的燃料和武器。此外，虽然钥匙战斗机在灵活性上无可匹敌，但它无法达到超音速飞行，且载弹量和航程也是有限的。而且进入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将钥匙卡得死死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请把它打在弹幕上。所以退役就成了必然啦。好吧，我得承认比 F-14更帅的是苏27，尤其是眼镜蛇机动下的苏27。飞机加速，机头向上扬起，但是并不向上飞行，而是继续向前移动，迎角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20度。事实上呢，飞机的机尾飞得比机头还要快了，在几秒钟之内，它便减速到了150公里每小时，然后它会放下机头返回平飞。这种独特的机动是任何其他战斗机都无法完成的。当被用于空战时，它可以让苏27从不利位置与目标交战，比如向后发射导弹，简直是帅呆了。上一个视频留言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苏27，哎呀，正中我心啦！其实苏27才是我的真爱啊！正好我找到了一篇非常棒的资料里面全面介绍了苏27的前世今生，甚至还包括由它衍生出来的一整个战斗机的家族，比如苏27 UB 教练机、苏33舰载机、苏30双座截击机、苏30 MK 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苏34战术轰炸机、苏35、苏37等等等等。不过大家呢确实得要等等这篇资料是英文的，很长，我得翻译完再消化一下才能讲给你听嘛。所以今天咱们就先浅聊一下，点赞够了我就安排更详细的，好不好？1986年末，一架苏联的喷气式飞机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专家们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 P-42。它凭什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呢？凭快的可怕的爬升记录，用25.4秒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接着呢，分别再用37.1秒、40.0秒和58.1秒爬升到了6000米、9000米和12000米的高度，从而打破了由美国战斗机 F-15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最快纪录。P-42它是什么鬼啊？所有人的脑袋里面都冒出了这个问号。其实它就是苏27啦，只不过是经过改装减重之后的苏27。因为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的要求，参加这项比赛的飞机重量必须要控制在12到16吨以内，但苏27的重量是20吨嘛，所以它被拆除了武器控制系统和雷达，缩短了中央尾梁，减少了尾翼面积，拆除了减速伞，去掉了机翼高升力装置，雷达鼻锥也被替换为较轻的金属材料。一方面是减，另一方面这是增加了，每台发动机都增加了1000公斤的推力。于是魔改之后，它甚至在垂直爬升的
时候呢，都能够打破阴脏了，堪比火箭啊！所以必须要用一辆很重的牵引车拽着，才能让它在跑道上滑跑，以防止它过早起飞嘛。所以苏联人一狠起来是真的狠啊！其实苏27从一开始诞生的目标呢，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干掉美国的 F-15和 F-14。1969年，苏联获悉了美国空军的 F-X 计划，即 Fighter Experimental 战斗机试验计划。该计划最终促成了 F-15鹰式战斗机的诞生。莫斯科担心新型的美国战斗机呢，将会为西方带来显著的技术优势，超越现有的苏联战斗机，因此便立马寻找开发自己的先进战斗机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旨在打造一款高度敏捷的战斗机，要求具备远程打击能力、重型武器搭载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对苏联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啊！该计划最终被分为2个部分：轻型飞机 LPFI 和重型飞机 TPFI。LPFI 计划最终诞生了米格29，一种短程战术战斗机，而 TPFI 计划则分配给了苏霍伊，诞生了苏27。当然，苏27一开始呢，并不叫做苏27，它是以 T10的代号出道的。苏霍伊设计局于1969年首次开始 T10的设计工作。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它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具有集成进步稳定配置的飞机设计。苏27将成为第一款苏联的进步稳定战斗机，其纵向飞行平衡由电传操纵系统来提供。接受纵向进步稳定性的概念，换句话说，也可以叫做电子稳定性带来的许多优点是为了在高迎角下平衡的飞行需要上偏前缘凤翼，其升力加到机翼升力上，这显著改善了战斗机的升力，阻力增加也较小了。由于采用了集成的进步稳定配置，苏27将获得卓越的机动性，使战斗机的高度变化达到了常规战斗机无法实现的程度，并使其续航范围在无需外挂油箱的情况下达到4000公里啊！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其他量产战斗机具备类似的性能啊！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常规的方案，尾翼位于机翼后方，位于隔离的发动机舱外侧的承载梁上。飞机配有安装在发动机舱的双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则是全动的，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偏转，还配备了副翼和方向舵。机翼高升力装置包含了襟翼，为了使动力装置在任何速度和高度下实现最佳的性能，安装在中翼下方的进气口采用了水平斜坡的控制。机身前部容纳了一个整体雷达，由穿透良好的雷达罩覆盖。驾驶座舱则提供了全方位的良好视野。起落架采用经典的3轮设计，前起落架被移得非常的靠前，起落架舱呢位于驾驶舱下方，主起落架向前收回到中翼起落架舱，收回的过程当中轮子会转动。起落架舱前门也可以用作空气制容器。苏27的动力装置包括2台强大且经济的 AL-31F 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为12500公斤，确保了起飞推重比超过1。较低的单位油耗加上内部的油箱中储存的约8吨燃料，是其大作战范围的保障。武器系统包括30毫米高射速机关炮、K-27中程空中导弹和 K-73或 K-14短程导弹，与米格29轻型战术战斗机的武器系统呢属于同一标准，唯一不同的是载荷。米格29只能携带6枚导弹，包括2枚 K-27导弹，而苏27能够携带8枚导弹，包括4枚 K-27导弹以及 K-27E 改进型远程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导弹。2款战斗机的综合武器控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标准化的，都配备了苏联国防部科研所开发的多模式雷达，季霍米罗夫仪器研究所开发的 Rubin 综合火控系统，其中不仅包括多模式雷达，还包括红外探测器、全视角瞄准系统和自动导航系统。该系统提供全时段空战能力，确保在无线电静默模式下成功对敌进行探测和跟踪。苏27战斗机设计配备双重控制系统，采用电传操纵系统，控制信号由计算机生成并传递到电子助力系统。控制系统采用备用的机械液压通道，为最重要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冗余。电传操纵系统配备了4个冗余通道，其可靠性和容错能力显著提高啊！正如设计所预期的苏27战斗机的气动和进步稳定配置以及现代化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确保了它卓越的机动性和飞行性能。其航程比苏联最好的远程轰炸机还要长啊！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战场生存能力和可靠的防护系统。所以它诞生之后，不仅作为一架空中优势战斗机监视着苏联边境，防御美国和北约轰炸机的入侵，同时还扮演了苏联远程轰炸机护航战斗机的角色，为图160、图 2M 和图95这些至今仍然在俄罗斯服役的经典轰炸机保驾护航。在诞生了几十年后在满天都飞着隐形飞机的现在，苏27仍然能够彰显自己的存在。你说最强4代机的称号该不该颁给他呢？亲手戳一个核聚变反应堆吗？其实没有多难啊，只要你已经年满12周岁，就有可能会实现了。因为之前的打样已经有了啊。2018年，一个12岁的孩子在家里面成功制造了一个核聚变实验装置，成功跻身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手戳核聚变的人。所以你能不能成为第2个呢？关键就在于今天你这节课能不能听得认真了。想要手戳核聚变反应堆你首先得放弃托卡马克转而拥抱仿星系。这2样东西呢都是能够实现核聚变的装置，但是前者的热度远高于后者。我
来打个赌啊，你80%连仿新器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吧？我要是猜对了，请给我在这儿扣个1。为什么托卡马克比仿新器更受欢迎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它只需要暴力出奇迹就可以了，只需要给高温等离子体来上一个超强电流，就能够把它们约束在设备内部产生聚变了。而仿新器呢，要的是巧劲儿啊，它不用什么超强电流，但是却需要极其复杂的磁场几何设计，通过特定的3维扭曲和排列，使得磁力线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路径来困住其中的等离子体。它不仅设计上难，制造上更难，因为它需要制造商以毫米级精度来构建大孔径的线圈。哎呀，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玩，你才会有机会吗？仿新器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莱曼·斯皮策在1951年提出的。斯皮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他提出了利用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以实现核聚变的想法。仿新器的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文 Stella， 意为星星，因为斯皮策希望这种装置能够像太阳一样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斯皮策设计的第一个仿新器原型名为 Model A， 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及 PPPL 建造完成。这是一个小型的实验装置，用于验证基本的磁约束概念。尽管初期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一装置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仿新器研究面临了诸多的挑战，包括等离子体不稳定性和磁场设计的复杂性。尽管如此研究人员继续改进设计，建造了更为复杂的装置，例如 Model B 和 Model C。在这个时期，仿新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其他国家也开始对这个装置表现出了兴趣。尽管如此，由于技术上面的困难，仿新器的研究一度被托卡马克装置所超越，后者在等离子体温度和密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既然我们都说到托卡马克了，那我们就正好在此切入介绍一下托卡马克装置的工作原理吧。托卡马克装置呢，也是利用强大的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环形的真空容器当中，以防止其扩散和逃逸，从而增加聚变的概率的。请看这张原理图，它的核心中间的那根柱子，红色箭头部分就是通过变压器引起的电场来驱动等离子体的电流，它会产生一个极向磁场，该磁场将等离子体电流弯曲成一个圆形，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绿色的垂直圆环，这样就可以有效的约束等离子体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围绕圆圈长度的磁场被称为环形磁场，即绿色的水平圆环，推动等离子体做水平的环状运动。两个垂直和水平的场结合，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结构的3维曲线，就是我们在这可以见到的黑色的线条和箭头。在其内部，等离子体就受到了高度的约束。托卡马克装置的优势目前主要有2个，一个是在保持等离子体高温方面表现优越，这是因为它的磁场结构能够有效的约束高温等离子体；二是它目前运行的装置数量比较多，大约有60个，这就为研究和改进可控核聚变提供了丰富的试验数据和技术基础。但同时，尽管托卡马克在高温方面表现出色，却在维持等离子体的长期稳定性方面存在挑战，而且它需要通过变压器来驱动电流，这就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运行的难度，还有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托卡马克一般见到的非常庞大因为它的复杂性很难让它小得下来嘛，反而是越大越有优势。那咱们再来反观仿新器，虽然其工作原理也是利用了强大的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但不同于托卡马克，仿新器不需要通过变压器来驱动电流，相反仿新器通过扭曲磁铁来形成螺旋状的磁场，这种构型天然的就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磁场分布，从而有效的约束了等离子体。尽管在早期遇到了困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逐渐迎来了复兴。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模拟和更加先进的磁场设计，解决了许多早期的技术问题。仿新器设计的一个重大改进是螺旋相位结构，这种结构大大提高了等离子体的稳定性。同时由于不需要使用变压器来驱动电流，这就简化了设备的设计和运行。你看手戳挡门的希望有没有看到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们正致力于进一步优化磁场设计，开发更加高效的材料和控制系统，以提高仿新器的性能和可操作性。虽然托卡马克目前在聚变能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仿新器凭借其在等离子体稳定性方面的独特优势，仍然是有可能成为未来聚变能电厂的重要选择。最后，我再给你们介绍2个重要的仿新器研究项目吧。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IPP 建造的 Wendelstein 7X， 它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仿新器之一了。Wendelstein 7X 于2015年首次运行，其目标是证明仿新器在长时间保持高温等离子体方面的可行性。该装置的设计特点包括高度复杂的磁场几何形状，这就使得等离子体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另外一个是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 HSX，它是一种创新型的仿新器，旨在研究磁场对等离子体稳定性的影响。HSX 采用了螺旋对称磁场设计，试图进一步减少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好了，又被知识冲刷了一遍大脑，你感觉如何呢？
所以34岁高龄的哈勃上坏掉的陀螺仪到底是什么类型呢？正确答案是激光环形陀螺仪 Ring Laser Gyroscope RLG， 你猜对了吗？它是一种利用激光和光干涉原理来测量角速度的高精度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天、导航和姿态控制系统当中。其主要的结构包括一个封闭的光学路径，通常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或者是正方形的光纤环或气体激光枪，在其中激光束可以沿着2个相反的方向去传播。下面是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各位听好了又是一次用知识冲刷大脑的好机会哦。第一步，产生激光，激光器产生的激光束被分为2束，并分别沿着光学环路的相反方向去传播。第二步，光学环路，激光束在光学环路中多次反射，使得光程变长。光学环路通常使用高反射率的镜子来实现反射。第三步，干涉效应，当环路静止时，沿着2个方向传播的激光束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环路。如果环路发生旋转，由于赛格纳克效应，2个激光束在完成环路时会有时间差，从而导致了相位差。这里咱们就提到了一个可能各位听起来相当陌生的名词——赛格纳克效应。实际上，赛格纳克效应正是激光环形陀螺仪的工作基础了。赛格纳克效应是一种光学现象，它描述了在旋转参考系统当中，沿相反方向传播的光波之间会出现相位差。这种效应由法国物理学家乔治·赛格纳克在1913年发现，然后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当然，赛格纳克不仅描述了这种相位差，还写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让我们能够通过相位差精确地计算出角速度，从而知道这个旋转的参考系到底旋转了多少。公式如下Delta phi 是相位差，欧米伽是角速度 ，A 是环路的面积 ，P 是光程的长度 ，Lambda 是激光的波长 ，C 是光速。你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是很简单啊？有了激光环形陀螺仪咱们哈勃就知道自己对准的精确的方向了。不过现在它就有点难了，因为我们可是生活在3维空间当中哈勃实际上是需要3台陀螺仪同时工作，同时测量出 x、y、z 3个走向的角速度变化，才能够准确去指向的。而它现在只剩下1个陀螺仪在工作了，等于就是降维到了2次元，那还怎么玩啊？当然，遇到这种情况还得靠咱们工程师来救场了。早在2000年初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之后，NASA就意识到他们未来可能已经没法再执行更多的哈勃维修任务了。而陀螺仪这个东西，你就别指望它能够一辈子稳定工作。于是从3个减到2个，最后再从2个减到1个，是在所难免的，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认真的研究了双陀螺仪和单陀螺仪模式的工作原理，完成了一篇非常详细的论文，详细到反正是我们肯定看不懂的程度，但结论是可以，尽管这有点难。好，大脑冲刷到这儿，你们觉得够了吗？不过瘾是不是？来继续陀螺仪都了解了解吧。机械陀螺仪可以说是最传统的陀螺仪它基于飞轮的惯性原理工作。当一个飞轮高速旋转时，它的旋转轴会保持固定，不容易被改变。这种陀螺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你的陀螺，依靠飞轮的稳定性来测量旋转。虽然精度和寿命不如现代陀螺仪，但是它们的原理简单曾经在很多应用中都大显身手不过显然你再把它怎么做小呢，也是不可能小到能够装到手机里面的。所以手机里面的陀螺仪就叫做微机电陀螺仪，它靠的是测量一种叫做颗里奥利力的物理量来检测出物体的偏转运动的。那什么是颗里奥利力呢？他说的是在一个旋转的系统里面，当一个物体在进行直线运动时所受到的一种偏转力，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是沿着直线走的它变成走曲线了。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在一个旋转的木板两端分别坐着2个实验人员，他们互相朝对方抛出小球。按理来说小球应该很容易就被对方接住嘛，但是就在快要接住的一瞬间，小球像是变戏法似的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让他们怎么都接不到。这个当然是一个小的旋转系统当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小系统放大来到地球的尺度，会发现地球本身也就是这么一个旋转的系统这就解释了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有北半球的风向右偏，南半球的风向左偏，北半球的热带气旋是逆时针，而南半球的则是顺时针。同样的一条河，两岸的冲刷情况却并不一致等等。那它在微机电陀螺仪里面是这样应用的。首先，我们用交替变化的电压施加在陀螺仪内部的一个质量块上，让它做水平的来回震荡。这就像是让坐在还没有旋转起来的木板上面的2名实验员呢，就像抛起球来一样。接着陀螺仪发生了旋转，产生的颗里奥利力就让原本只在水平方向上震荡的质量块发生了垂直方向上的位移，跟旋转起来了的实验员原处偏转的情况一样的道理而陀螺仪内部敏感的电容可以识别出质量块发生垂直位移之后电容值的细微变化。通过对这个电容变化的测量和计算之后呢，就能够得出陀螺仪的旋转量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走向的。如果我们把3个放在一起设计，分别对于上下左右和翻滚，就能够产生出360度无死角的陀螺仪了。那这样的陀螺仪有多大呢？长宽高只有3×3×1，单位是毫米，把它塞进手机毫无压力怎么样？你都学会了吗？下面还想学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
航母上面的电磁弹射器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其实它不过也就是一个 XXXL 版本的线性电机而已。你把这节课听好，出去吹牛够你用了啊！很长一段时间，航母上的飞机都是依靠蒸汽弹射器起飞的。蒸汽弹射器通过加热大量的水产生高压蒸汽，然后再用这些蒸汽推动活塞，进而推动飞机。不过这种方法呢有许多问题。第一，它就是复杂性和维护成本比较高啦。蒸汽系统需要庞大的锅炉和管道系统，不仅占用空间，还需要大量的维护。第二，能量效率低，蒸汽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不高，很多能量在过程当中就损失了。第三，加速不均匀，蒸汽系统的加速曲线难以控制，容易对飞机和飞行员产生过大的冲击。于是这些问题就促使科学家们寻找更加高效、更加可靠的方法，最终就催生了电磁弹射器。电磁弹射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力来加速飞机起飞的系统，其核心原理类似于线性电动机。那究竟什么是线性电动机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传统电机的直线版本。传统电动机是通过旋转运动产生机械功的，而线性电动机则直接产生直线运动，所以非常适合需要直线加速的应用场景，比如航母上的飞机弹射。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子感应来产生运动，它由2个主要部分组成，固定在飞行甲板上的初级部分与飞机相连的次级部分。次级部分通常以滑块的形式出现，初级部分包含一系列的线圈，这些线圈被固定在航母的甲板上，通电之后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电磁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排排的电磁铁，当电流通过时，它们会产生磁力。次级部分包含与这些线圈相对的磁铁或者是另外一些线圈，这些磁铁或线圈位于滑块上，与飞机连接。当初级线圈产生磁场时，次级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并产生相对的磁力，这个相对的磁力于是就推动滑块沿轨道前进，最终将飞机弹射了出去。飞机的弹射步骤其实跟传统的蒸汽弹射器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它们被牵引车拖到弹射器的起点，起落架通过挂钩与滑块连接，此时弹射器的能量储存系统就开始工作了。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电磁弹射器的电容器和电池开始储存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弹射做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电流开始流过甲板上的初级线圈，电磁场瞬间生成，推动滑块沿着轨道飞速前进。滑块带动飞机加速，就像是看不见的手在拉着飞机往前冲。飞机在短短几秒内达到起飞所需要的速度，然后挂钩自动释放，飞机冲向蓝天，继续它的飞行任务。相比起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的优点当然是不少了。它的加速可控，电磁弹射器可以精确控制加速度和速度曲线，使飞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冲击力和应力最小化，这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更加的友好。它的能效高电磁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相较于蒸汽弹射器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它维修更加方便。电磁系统的机械部件较少，减少了维护需求和操作成本，它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重量和类型的飞机，灵活性更高嘛。然而，就像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样，电磁弹射器也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比方说了初始成本高，电磁弹射器的研发和安装成本较高，航母需要进行大量改造才能够安装这种系统，还有技术复杂性比较高啦。电磁系统需要先进的控制技术和高性能的电力系统，这对于航母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电力需求的大胃口了。电磁弹射器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这对航母的电力系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很有可能需要配备核动力系统才能够确保足够的电力供应。那不上核动力是不是就玩不转电磁弹射了呢？也不是的主要是看谁在玩，怎么玩。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项技术来解决电磁弹射器的电力需求。第一，我们需要先进的发电系统。常规动力航母可以配备先进的燃气轮机或者是柴油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可以在需要时快速启动并提供大量电力，满足电磁弹射器的瞬时高功率需求。第二，靠谱的能量储存系统。通过安装大容量电容器或者是电池系统，航母可以储存电力并在弹射时快速释放，这有点类似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工作原理，平时储存能量，在需要时快速释放。第三，优化的电力管理系统。航母可以优化电力分配，确保在弹射过程中将更多的电力优先分配给电磁弹射器。非关键系统可以在弹射过程中暂时减少功率消耗，以确保弹射器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最后是智能电网技术。使用智能电网技术航母可以更加高效的管理电力需求和供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电力支持电磁弹射器的运行了。好了，今天又学到了啥呢？这个是一辆正常的坦克，炮塔可以带着炮管转，但炮管自己在上下俯仰的时候呢，却不会影响到炮塔。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坦克不都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告诉你有些坦克它就是不爱走寻常路。比方说法国的 AMX-13新型坦克，它的炮塔就非常特殊因为它需要跟炮管一起上下摇头。这种坦克炮塔叫做摆动炮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优点有哪些，缺点又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种炮塔设计在现代战场上毫无
立足之地呢？作为对比啊，咱们先来看看常规炮塔是怎么工作的。它们安装在车体上的炮塔环上，炮塔可以在这个环上360度的自由旋转，炮管安装在炮塔前部，可以围绕着安装点上下摆动。这就意味着通过旋转炮塔，炮管可以指向任意的方向，并且可以通过俯仰来瞄准坦克上方或者是下方的目标。这种系统自 FT-17到 M1 Abrams 等大多数坦克都在使用。而摆动炮塔呢，它的旋转和俯仰方式则完全不同了。首先，炮塔本身分为2个部分，下部炮塔有时称之为环座，它的功能与常规炮塔相同，它与炮塔环结合，可以360度的旋转，提供快速的指向功能。上部炮塔则塞进了一整根炮管，并且最重要的是，炮管是固定在上部炮塔内的，不能自行俯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转动整个上部炮塔来实现炮管的俯仰啊。说实话，这就搞得有点复杂了啊，就像是明明转动眼珠子，你就能够看到隔壁坐的美女了，你非得把眼珠子固定住，然后来把整个头给转过去。所以，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优势，否则工程师是绝不会考虑这样的设计的啊。尽管他们是法国人，好吧，优势就来了嘛。首先啊，这意味着炮塔环可以做得更小啊，请记住啊，坦克外露的炮管只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炮塔内部还有大型的块状的炮栓，装填手需要将炮弹装入其中，因此啊，当炮管扬起时，也就是炮口指向上方时呢，炮栓就会下降。在常规炮塔当中，炮塔环必须足够大以容纳炮栓的下降，而在摆动炮塔当中呢，这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当上部炮塔通过扬起自己来抬高炮管时，由于耳朵的位置比较靠后，于是炮栓下降的距离就会小得多了，因此就可以采用更小的炮塔环，进而使用更小的炮塔。要知道啊，炮塔环直径也是影响坦克宽度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摆动炮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在小型坦克上安装大口径火炮，正如 AMX-13的情况，它小归小，但是却能够装上一门105毫米的主炮。接着就是第2个优势，还是跟炮栓在炮塔内的移动有关的。当常规炮塔向上抬升炮管时呢，炮栓会下降到炮塔环的内部，而如果炮手压低炮管向下瞄准时呢，炮栓只会上升，于是坦克炮的俯仰就受限于炮栓的上升和下降的高度了。你总不能够让炮栓顶破炮塔吧？而俯仰角度是坦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因为俯仰角度越大的坦克在丘陵以及类似地形上开火时可以暴露更少的炮塔部分，很有效的就隐藏了自己嘛。通过将炮管固定在上部炮塔内，摆动炮塔坦克为自己就赢得了相当不错的俯仰角度，基本上它只会受到下部炮塔形状或者是炮管撞击到车体的限制，准确说是撞击到发动机甲板上。你可以在 AMX-13上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该坦克的炮管实际上呢是不能扬得太高的，因为炮塔后部会撞到车体的后部。为了应对这一点并最大化俯仰角度，摆动炮塔会尝试将炮管尽可能高的安装在上部炮塔当中。不过咱们有句老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的尝试带来了它自己的优缺点。摆动炮塔坦克可以在障碍物上露出很少的炮塔部分，但其炮塔本身又通常较高，就像 AMX-50那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装填炮弹，摆动炮塔设计再加1分，因为装填手在上部炮塔内，所以它会跟炮管一起移动，炮栓相对于它的位置呢就始终相同了，方便。不过这里真正的精彩是当你想要给你的坦克安装自动装弹机时，在常规炮塔当中，自动装弹机呢只能在炮管完全水平，也就是0度仰角时效果很好。当炮管偏离这一位置时呢，自动装弹机可能就会遇到麻烦。于是常规炮塔通常是通过2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么使用更为复杂的自动装弹机，能够在任何仰角下装填炮弹，要么就是在每次射击之间将炮管重新降至水平位置。第一种选择成本高昂，第2个选择呢并不理想。显然射击之后将炮管移开目标是一大劣势嘛。而摆动炮塔则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因为安装在上部炮塔内的自动装填机可以始终与炮栓对齐。好了，现在咱们来数数摆动炮塔坦克的各种优势啊，小巧快速，火力强大。难道它就没有缺点了吗？当然有了。虽然将炮塔分成2个部分带来了很多优势，但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这2个部分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这就意味着带有摆动炮塔的坦克几乎不可能做到密封，于是它无法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无法防水，最关键的是无法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和化学攻击带来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几乎所有现代坦克都能够通过出色的密封和先进的空调与过滤系统来应对。摆动炮塔无法达到同样的密封水平，因为这些旋转部件之间需要留有一定的缝隙，以保证其正常运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车辆受到毒气攻击或者是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坦克成员将会极其的脆弱，而人才是最关键的嘛。不论你的车辆多么优秀，如果你的整个车组成员被击倒了，那都将毫无意义。所以你看归根结底，装备还是要以人为本嘛。摆动炮塔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以法国设计为先锋，如 AMX-13、潘哈德 EB2和 AMX-50，许多国家都设计了自己的摆动炮塔坦克，但实际上很少有进入服役的。所以时间来到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摆动炮塔坦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太阳能电池板只能铺设在陆地上吗？不，它们还可以铺设在海面上。近期，我国最大的海上光伏项目——综合田湾200万千瓦涂炭光伏示范项目在江苏连云港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与综合集团田湾核电基地相互耦合，形成总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每年可以减少碳排放177万吨。这可不得了啊！你想想看，海洋面积得多大啊？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咱们再把太阳能电池板朝海面上多铺设一点点，能源的问题是不是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了呢？所以你看啊，上面我提到的这个项目呢，只是一个示范项目，也就是说啊，这个目前我国最大的海上光伏电站只是一个样板，打样完成，后续就是铺开了复制，海上光伏的想象空间还很大。那好，在海上铺设光伏电站有哪些具体的优势，又会遇到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讨论一下。先说海上光伏的优势，总结起来大体上有以下这4个。第一，海上光伏电站能够大大的节省陆地上面的土地资源嘛，这是最为显著的优势之一啦。当前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土地资源紧张，特别是在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建设大型光伏电站往往面临土地稀缺的问题。将光伏电站转移到海上，不仅能够避免其与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争夺土地，还能够为陆地上其他重要的用途释放更多的空间。例如啊，农业用地可以继续用于粮食生产，城市用地可以发展住宅和商业设施，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第二，海上光伏电站能够有效避免土地使用的冲突。陆地光伏电站的建设常常需要在大片土地上安装光伏板，这可能会引发与农业、牧业、林业等产业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海上光伏电站则完全不涉及这些问题啦，它们漂浮在海面上，不用占用任何的陆地，不会影响土地的原有用途，因此海上光伏电站能够在不破坏现有生态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提供大量清洁能源，真正做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第三，海上光伏电站的独特环境条件有利于提高光伏板的发电效率。首先，海洋表面的高反射率能够增加光伏板接收的阳光量，从而提升发电效率。其次啊，海洋环境温度相对稳定，水面可以为光伏板提供天然的冷却效果，避免高温对光伏板性能的负面影响。高温会降低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效率，而在海面上，光伏板受海风和水体的冷却作用影响，温度相对较低，从而能够维持较高的发电效率。此外，海上空气较为清新，灰尘和污染物较少，光伏板的表面将会更加的干净，从而能够更有效的吸收太阳能。第四，海上光伏电站具有显著的环境友好性。与陆地光伏电站相比啊，海上光伏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小，它们不会占用陆地生态敏感区，如森林、湿地和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能够有效避免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此外，通过合理布局和科学的设计，海上光伏电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某些设计甚至考虑到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采用环保材料和结构，使光伏电站与周围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以上优势，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海上光伏电站真的是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啊！它也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解决方案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海上的好处自然有很多，但是海上的坏处也并不少啊。海洋环境中盐分的高浓度是光伏电站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了。海水和海风当中的盐分会形成盐雾，附着在光伏设施的表面，导致其严重的腐蚀问题。金属部件长期暴露于盐雾当中时，会发生氧化反应，导致材料强度下降、结构损坏，甚至引发电气短路。这种腐蚀不仅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还会增加维护和更换成本。根据研究，盐雾对电子元件的影响尤为显著，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和电性能下降。其次啊，海上环境的高湿度也给光伏电站的运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高湿度就使得空气中的水汽容易在设备内部和电器连接部位凝结成水滴，形成结露现象。这种结露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的下降，增加漏电和短路的风险。此外，长期的潮湿环境还会使得光伏组件当中的封装材料老化剥离，影响光伏板的光电转换效率和整体的可靠性。特别是在温差较大的环境当中，昼夜温差导致的结露和蒸发循环加剧了设备的老化和损坏。与此同时，尽管海面温度较陆地相对比较稳定，但在日照强烈的条件下，海上光伏电站仍然会面临高温的挑战。光伏组件在高温环境下，其电性能会明显下降，主要表现为输出功率减少和效率降低。根据光伏组件的温度系数，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光伏组件的效率就会下降0.4%至0.5%。此外，高温还会加速光伏材料的老化，如背板材料的热氧化降解、封装材料的热失效等等，导致设备的使用寿命缩短。
这对海上光伏电站的长期运营和经济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除了上述因素海洋环境的动态特性也是光伏电站必须要应对的挑战之一啦。海面风浪的变化会导致光伏设备的机械结构承受额外的动态载荷，特别是在风暴和大浪的天气之下，光伏板和支架需要具备足够的强度和韧性，以抵御风浪的冲击和摆动。此外，海水的涨潮和退潮现象会影响光伏电站的浮动系统的稳定性。于是，为了应对以上挑战，我们在材料选择和研发、结构设计、系统设计还有防护设计方面都要下足功夫。在面对海洋高盐环境的腐蚀问题时，我们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耐腐蚀材料，并强化防腐涂层和阳极氧化材料的防护。在面对高湿环境的防水和防潮问题时，我们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做足功课：密封、防潮和除湿。在光伏组件、电气间隔等关键部位采用高效密封材料，如硅胶密封圈、丁基胶等等，防止水汽进入设备内部。特别是在电缆接头和连接部位，必须确保完全密封，避免截路和短路。对光伏组件进行防潮包装，采用高质量的封装材料，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 和聚偏负乙烯 PVDF。这些材料具有优良的防潮性能，可以有效阻隔湿气。在电气柜和控制室内安装除湿装置，如加热器和除湿机，保持内部环境的干燥，防止截路现象的发生。接着在面对高温环境时，我们需要结合更好的热管理材料，设计出更加高效的冷却系统，利用风冷、水冷将热量从设备内部传导到外部环境，提高散热效率。为了应对海洋动态环境的挑战，海上光伏电站必须具备高度的机械稳定性和适应性。以下几个结构系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浮动系统，它能够均匀分布浮力和稳定性，提高抗风浪的能力。同时浮动平台需要具备一定的柔韧性，以适应海浪的起伏。灵活的锚定系统，如弹性锚链和自适应锚定技术，确保光伏电站在潮汐变化和风浪冲击之下保持稳定。锚定系统需要根据海床地质条件进行优化设计，以提供足够的固定力。抗风浪结构，如增加支架的刚性和采用减震装置，确保光伏板在强风和大浪环境下依然稳固不移。总之挑战是不少但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兴奋到不行了吧？有挑战才有机会嘛，有机会就能够创造未来，舞台越大，咱们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说到发挥空间，光伏发电的未来发挥空间其实还远不仅仅在海面呢，它还在屋顶，还在墙面，还在农田、牧场和沙漠，甚至是轨道。你看，在农田上方架设光伏板，通过调整光伏板的高度和间距，确保农作物能够获得足够的光照。同时，光伏板还可以减少阳光的直射，降低地表温度和蒸发量，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在牧场上方架设光伏板为牧场提供电力，同时也为牲畜提供遮阳的庇护。光伏板可以减少牧草蒸发，提高牧草产量，增强牧场的可持续性。在沙漠光伏电站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生态修复技术，通过植被恢复和水资源管理改善沙漠环境，防止沙漠化进一步的扩大。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能够促进生态保护。以上这些都一一得到了验证。而天基光伏电站这个以前只存在于科幻当中的概念，也正在照进现实了。在地球轨道上部署大型光伏阵列，利用太空当中的高强度太阳辐射进行发电。由于没有了大气层的遮挡和昼夜交替的限制，太空光伏电站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太阳能发电效率将会远高于地面的光伏系统。将太空光伏电站产生的电能通过微波或者激光传输到地面接收站，再转换成电力供我们人类使用。无线能量传输技术的突破是实现空间光伏的关键，需要解决能量传输效率和安全性的问题，而这一关键技术看起来也正在得到解决。去年6月份，由加州理工学院开发的功率传输低轨道实验微波阵列，成功演示了从太空到地球的电力无线功率传输。实验结果显示，该信号以预期的时间和频率出现，由位于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校园戈登和贝蒂摩尔工程实验室屋顶上面的接收器检测到了。在接收器阵列接收到能量后，他们将其转换为直流电，并点亮了一对 LED， 以展示在太空中远距离无线能量传输的完整序列。MAPLE 通过成功的单独点亮每一个 LED， 并在它们之间来回切换，在太空中完成了这一测试。所以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可以将太阳能发电阵列发送到太空，在太空中利用太阳光进行光伏发电，再将电能转换为微波传回地球，由安装在地球上的接收器接收到微波后，再将其转换为电能，从而实现太空的光伏发电和电力无线传输，这一相当科幻的概念了。当然，击跬步，一掷千里，光伏发电的未来拥有无穷的想象力，我们依然需要脚踏实地的把当下的每一步给走好